追求我女儿。将军，你先冷静点。到底怎么回事？今天是日本特务逼我去美满洲国的最后期限，我没答应他。这些王八蛋就在我这放了这么些炸弹。他们说了，他们知道你们今天会来接我走，所以让你们也有来无回。我情愿一死，可是我女儿……您别乱动。还有一个问题，这栋别墅里面还有没有日本人？没有，他们不可能炸自己。你看，那个玩具里、沙发底下、洗手间，还有那个花盆旁边，全都是炸弹。我先看看。大哥，这些雷是严格按照军队的布雷方法布置的，它们不是普通的爆炸物，而且它们分散在房间的各个地方，有真有假。如果不小心碰到桌子或者是花瓶，就会有可能引发连环爆炸，完全是鬼雷的布雷方法。雷公雷，有办法排雷吗？他们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太小看我们中国人了。你别磨磨唧唧了，没时间。下来的八卦阵来炸我们，你说呢？前三连，坤六段，震养鱼，艮复丸，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必须严格按照方位的顺序来。大哥，报位吧。前三连，前位。下一个，坤位。小妹妹，别害怕，就当咱们在玩一个游戏，默默的在心里面数100下。当你数完的时候，数了多少下？15下。下一个大哥，这儿。
这3根线是从一根银线里面接出来的，所以很难判断哪根是真的，哪根是假的。不是你们俩在那磨叽什么呀？还不快剪呢！闭嘴！我三弟脾气不好，他要手一哆嗦，这儿全爆炸了。怎么办？对吧？太冒险了吧？咱们俩同时简单击中了2根，这样概率大一些。我信你。赶紧撤退。定时炸弹，这帮王八蛋小时们在这儿等着咱们呢。好，走快！来，快！来，上车，快！上车，走！当年亏了你早到一步，到了我还是没把雷排干净。不就是损失了一栋房子吗？咱们还是完美的完成了任务的。时间过得是真快呀！是。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份加密电报，让陆凯明白了老姨即将展开一场艰难而危险的行动，他不由得替老姨深感担忧。走，这事儿急不得啊，还得开会研究呢。开什么会开会？我这都火烧眉毛了，您开什么会啊？我现在急需人手。不是您这样，您听我跟您解释，就给我2分钟时间行不行？我解释清楚了，我也就不烦您了。您别走了。你先告诉我，我为什么要把刘宁他们从雷区撤下来啊？你这不是让我在敏感地区唱空城计吗？丢失的这批五硫化磷那不是小事儿，凶案的作案手法干净利落，我怀疑这就是敌人惊蛰行动的重要一环。表面上看，丢失的这些五硫化磷都是制造农药的普通药剂，但是数量巨大，一旦被敌人利用，制造成毒气、炸药，那后果不堪设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全市排查，找到这批五硫化二磷。那山上的雷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你随便拉个警戒线，什么时候不能排啊？万一市里边出事了，别怪我没给您提这信儿啊！行，您开您的会，我走我的。等等，怎么了？臭小子，容我想想啊。琢磨琢磨。你说的这事儿还真是个大事儿。你看看。哎，还真得先排除这个隐患。哎，小王，到，你马上通知刘宁，叫他带人下来，配合陆凯，在全市展开排查丢失的五硫化二磷，五硫化二磷的行动。是，快去！我走了啊。哎，
臭小子，真是！啊！静竹小姐来了吧？既然你走了，为什么又选择回来呢？看来盛文君的魅力很大呀。不过好像是因为静竹小姐为了陪我，失去了和盛文君在一起的机会。那，你、我，还有盛文君，我们就一起下地狱吧！山口，你开枪吧！打死我吧！山口俊一，你少给我耍花样！青春小姐，他好像犯哮喘了。哮喘？啊！山口，你快告诉我，你需要什么药？说，快说呀！沙美特罗，阿金美斯瓦。你在这看着，我马上回来。好。姑娘，你真打算一起买？对，老板，麻烦你给我快一点，我有急用。就算你要买，那也不能一起吃啊。这两种药，那可是9味48反呐，掺杂一起，那可就不是药了，那叫毒药啊！姑娘，你不买药了？静竹小姐，药买来了。死老头，你少给我耍花样！静竹小姐没给我带解药来。山口，我早就该料到你会给我耍这种鬼把戏。想要求死，没那么容易。你的活罪还得远远的受着。活罪？我活着可能会给静竹小姐平添很多活罪吧。你，哎呀，你这老头，饿着吧你？天皇庇佑。惊蛰行动将在7天之后正式开启。惊蛰，有意思。蛰伏之后的惊世骇俗。前天，我有2个任务交给你完成。第一，必须督促崔胜文和曹创排雷的进程，确保万无一失。是。那么，第2项任务呢？你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惊蛰行动下一步计划在5日内行动。二叔。二叔所说的属实吗？已经联系上了0409，确认军火库排雷工作即将开始。现在只等破译军火库通道，开启密码，其他工作已着手准备。破译密码的事情，谁来负责？由国防部任命的军事特派员曹创。曹创，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耳熟啊。是，这个人原来是我们保密局电讯方面的专家，不过这个人
在破译密码上的确有独到见解。那就让咱们拭目以待。是。局座，还有一个事要向您汇报。说。就是我们在美国最新扶持的情报机构自由中国那边安插的人告诉我们，最近美国佬对我们的惊蛰行动和二叔非常感兴趣。怎么说？他们监测到了二叔直接和美国佬有电讯方面的联系。什么？确定吗？有没有具体的内容？暂时我们还没有接到具体的内容，但为了谨慎起见，您放心，我已经安排好那边做进一步的确认。我不相信这个二叔，他敢吃里扒外。那您看，我要不要再安排过去一个人，加以防范？不急，惊蛰行动马上进入第2阶段，咱们先静观其变，不要自乱了阵脚。是。报告，特派员，副总指挥，出事了。一个军人遇事要冷静，不要老是慌慌张张的。有事说事。是，属下刚才去请崔胜文长官，结果发现他不见了。什么？不见了？对。特派员，我说什么来着？这个崔胜文就会阳奉阴违，当着你和二叔的面显得他有多能耐似的，转脸脚底抹油他溜了。他这个排雷专家走了，剩下我们这些只会拉枪栓不会排雷的人还怎么去干？上峰拿我们当炮灰也就罢了，可他让我的弟兄们去当人肉店的，我是坚决不干。哎，陈兄，陈兄，稍安勿躁。以我对崔老弟的了解，他绝不会临阵脱逃，兴许是有什么急事呢。要不咱们再等等？等等，我压根就不想干。可二叔他能答应吗？他可就给了我们3天时间排雷啊！3天期限一到，咱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别忘了，他可是有国防部的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啊！楚副官，到，派人去找。对，等等，到哪儿去找啊？腿在他身上，外面又都是共党地盘，怎么找啊？我说特派员啊，你也动动脑子想想，他要是真想干，至于昨天接到任务，今天就人间蒸发吗？那你的意思呢？要我说呀，这也是个好事儿。他揽的事儿，他先撂了挑子，自然也就没我们什么事儿。要是二叔怪罪下来，有他这高个儿顶着，咱们怕什么呀？到时候，咱们一起说他临阵脱逃，看二叔怎么办。陈将军，惊蛰行动到了关键时候，要是这个节骨眼儿在咱们这儿出了岔子，咱们之前所有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以后的所谓加官进爵，也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觉得这样划得来吗？我算是看透了，军人是要不怕死，可也要看为什么。我带着弟兄们熬到今天也不容易，我绝不能让他们莫名其妙地毁灭在这次行动里。陈兄，你的委屈我都明白，但是说来说去，咱们都是党国的军人呐，上峰有令就必须执行，难呐。特派员啊，你是个很仁义的人，我服你。今天上峰能搞个惊蛰行动，明天就会搞一个惊天行动，
只要党国还想着复兴，总会不断的搞出各种动静来。咱们犯不着这么着急着去当急先锋啊！圣王，咱家门口摆的花儿，若是杂花，则表示一切如常，不必挂念；若是红花，则表示有事相询，需要面见。但若换成了白花，那就表示危险迫近，无论如何切不可贸然相见。说吧，什么情况？金主小姐那天去这趟和记西药房，但什么都没买。和记西药房啊，那天山门老头突发哮喘，说要吃沙美特和罗和阿奇霉素，金主小姐就去和记西药房给他拿药。到了那儿他才知道，这2种药根本就不能一起吃。山门老头这不是得哮喘，他在寻死。于是金主小姐就什么都没买就回去了，还提醒山门老头不要耍花样。先走。崔胜文，你这人有点意思呀，干嘛老跟着我？回去转告你们家主子，想从我这儿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纯属做梦。等等，既然咱们都是军人，切磋一下吧。你也配做军人？说，为什么老跟着二叔干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不怕死吗？我的教官告诉我，一个军人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不怕死。崔胜文，其实我们早就看出来你对党国存有二心。既然你不遵从二叔，为什么还纠缠我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想干什么，你们管不着。野狼，你当年威风去哪儿了？二叔让我问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我的教官也教过我，想要成功，就不要相信任何人。你就是为你的贪生怕死找理由，你就是个懦夫！哎，干什么呢？你们俩什么人？为什么打架？关同志，是这样的，他呢欠债不还，还出言不逊，所以是这么回事吗？哎，我不就欠你2块大洋吗？你就动手动脚的，你至于吗你？你是以为我怕你啊？ 2块大洋就不是钱了是吗？别吵了，
现在是新社会了啊，都别跟这耍流氓，小心我带你们进局子。我这儿有1块，我先给你，还有1块下个月给你。谢谢公安同志啊！陆凯，你神经病吧？啊，你是觉得我刘宁好欺负是吧？一声不响，你把我从山上掉下来，你以为我在那儿排雷？那是玩的，那是。同志，能有点礼貌吗？下次到我这个屋子里边来，先敲敲门。你是科长，我也是科长，我凭什么调动你啊？这是局里的命令。你少来这套，你别拿领导说事儿啊！你的事儿是事儿，我的事儿就不是事儿了。你那么厉害，你办案子自己去啊！你拉上我干什么呢？你就是看不得我好。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下次你再这样，我一点面子都不给你的。刘宁同志，我给你个建议，把你的这些所有的牢骚，你打成报告给局长看去。你跟我这儿逞什么英雄啊？你要真有本事的话，你早2天干嘛去了？是谁信誓旦旦地说3天之内保证完成任务？这都过去几天了，你完成了吗？刘宁同志，我把你借调回来，那是给你个台阶下。你说你不感激我也就算了，你看你还这副模样，跟个孩子似的，捞不着糖吃，满地撒泼打滚。你怎么说话？谁是孩子？你才是孩子呢！遵守纪律，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不是你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吗？怎么一到了你了，就变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了呢？我可警告你啊，五流华尔林这个案子迫在眉睫，如果你真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去找周局去谈去；实在不行，你去找我的老首长去谈去，兴许就会有一些改变的。但是我告诉你，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必须严格服从命令。这个我当然知道了，我用得着你教育我啊？知道了，出去，把门关上。嗨，谁说我要走啊？哼，你让我来就来，我走就走啊！你们俩怎么都在这儿？又出事了，跟我走。这凶手的作案手法太残忍。是的，爹。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出发了，特来向你告别。好啊，孩子们。你们3个虽然不是一母所生，但是我希望你们在抗日的战场上能够肝胆相照，
就像异母同胞的亲兄弟那样，休戚与共，同仇敌忾，把狂妄野蛮的日本鬼子赶出我泱泱中华。爹，您这些话都说了好多遍了，我们都记住。这3把钧刺是我仿照圣文他爷爷的战利品，特意为你们打造的。当年他爷爷从八国联军的手里缴获了它，并且用它先后杀死了3个入侵中国的恶魔。今天我郑重地把它交给你们，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像先人那样英勇杀敌，雄风所在。如果将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绝不能做俘虏，当用它慨然自尽，以维护我中国人的尊严。怎么样，孩子们？你们都听清楚了吗？刻骨铭心，永世不忘。好。这把钧刺的出现，说明敌人是在故意试探崔胜文和陆凯之间的关系。陆凯决定将计就计。包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这个建筑找平的测试依据的是这条线还是这条线啊？小慧啊，这个问题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建筑找平一定要以水泥砂浆为基础。我明白了，包老师。不过小慧啊，作为老师我得批评你2句啊。作为建筑行业的工程师，我们需要实地考察、监测施工，所以一定要注重自己的着装啊。像这个高跟鞋，那绝对不可以啊。包老师，我知道了，谢谢您对我的指点，我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得多多向您请教呢。包老师，那我先走了。这张唱片是我41年刚到上海的时候买的，只可惜啊，听的次数太多了，都有些磨损了。回头我去找找。这个时候就别费这种心了。是。对了，跟您汇报一下，包建华那边已经接触上了。你这是什么进度？我再给你最后2天时间，必须拿下。是。曹创和崔胜文那边呢？他们还没有开始排雷，不过很奇怪。昨天埋伏在山上的共军好像撤了。撤了？对，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他们去追查56号2连丢失的事情，人手不够，有些措手不及。不要被这种表面现象迷惑。您的意思是？这是我昨天截获的电码，和公安局内线提供的是一致的。据内线消息，
公安局经常能收到他发的电文。那发报的地点呢？黑龙山方向。他们自己人给共军发报？他们可能从来都不是自己人。哎呀，有些东西磨损了，就应该把它丢掉。越舍不得越心烦。那我该做些什么？人的事情急不得。第一，不停地试探；第二，耐心等待。只要是内鬼，早晚会露出马脚的。是。姓崔的果然没有来过呀！是明兄啊，昨天你还镇定自若，今天怎么有点不冷静啊？冷静？我昨天就是那么一说，你还真以为我不担心二叔那家伙？那可是个狠主啊！虽说我不求有功，但也求过呀。万一他把账算在你我头上，还不是得吃不了兜着走？眼看这一天一夜都过去了。那姓崔的连一点动静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到时候二叔肯定拿咱们当炮灰呀！哎，要不这样，干脆咱们让部队先潜水如何？看来你今天真是不冷静，你太小瞧二叔，太小瞧毛局长了。你忘了军统是干什么的？既然你上了这条战船，你就没有退路了。现在要走，那就是临阵脱逃，要受军法处置的。唉，我今天是出门没看黄历啊，真是倒霉透了。做人不成人，做鬼不成鬼哟。二位，起得够早的呀！真是不禁念叨，说曹操曹操到。托您的福啊！我二叔再有福，让你们这么拖下去，早晚会被拖垮的。请二叔明示。军令状明明已经下了，3天时间排雷，到现在还不行动，居心何在啊？排雷之事已经交由我们反攻游击总队全权负责，这才1天你就过来兴师问罪，莫不是对我们不信任，还要时时监督吗？哼，这般所为实在令属下寒心呢。就是，特派员几次3番好言相劝，让我们团结一心，可你们呢，却处处为难我们，处处像防贼一样防着我们，什么意思嘛？你。野狼呢？他身为排雷行动的主力，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二叔过问一下，不为过吧？你们倒是跟我说说看，他人现在到底在哪儿？消失了1整天，为什么没有人汇报？我们哪知？二叔既然知道他消失了1整天，你对他的行踪如此了如指掌。想必跟踪他也不是1天2天了吧？那他具体在哪儿，还请二叔明示啊，省得我们再白跑一趟。二叔找我。排雷行动10万火急。容不得一丝耽搁。你身为排雷行动的专家，1天1夜音讯全无，你到底去了什么地方？跟你说啊，那叫对牛弹琴。哎，别啊，你还是说出来比较好，免得我们这些兄弟受牵连，当人家的出气筒。就是。这排雷啊，看似简单，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如今是共党的天下，你以为这些东西这么容易得到吗？
我这一天就是去准备这些工具了。哦，准备工具，说的挺好听啊。那城西合计西药房一家5口惨死，你以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去那个西药房干什么呀？难道你不怕你的身份暴露吗？啊？我崔胜文承诺你的事情，拼了命也会做到。可是我崔胜文自己的事情，谁也别想插手一丝一毫。排雷任务迫在眉睫，耽误了进度，咱们谁都担待不起。而且你们也知道，我做事情的时候不喜欢被任何人打扰。曹特派员留下帮我就可以了，这剩下的人，请便吧。好，那我就先看你的表现。收队，是。三弟，刚才他说的合记西药房，大哥，我自有分寸。听大哥一句劝啊，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但是报仇这种事儿，究竟……大哥，别听他们的，可以吗？可以。老三，你没跟我说实话。你敢保证，你跟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吗？还有2天时间，这个雷区比我之前预想的还要复杂。出去！你给我出去！崔会长，您别误会，现在事实都不确定，上面发了协查通报，我们就是过来了解一下情况。我误会什么呀？啊？你们怀疑我儿子还没死？没死，他为什么不回来呀？啊？你们怀疑他是装死，是潜伏特务，对吧？不，崔会长，您误会了，现在只是怀疑，并不是说您儿……你给我住口！我告诉你，我们崔家满门忠烈，即便他参加过国民党，那也是扛枪打鬼子的。现在被你们共产党闹得不明不白，最后连个全尸都没落下，你还跑到我这撒野胡闹，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我还有几个问题没有问。哎，你给我滚！老爷，老爷，您别生气，别生气。您相你先出去吧，我求求你了，你先出去吧。哎，出去吧。陈会长，同志，关同志，会长您配合一下行吗？这也是我们的工作呀。先出去吧。老爷，喝口茶消消气啊！不像话，太不像话了。老爷，我觉得一定是公安他们搞错了。少爷他……陈妈，你把大门口所有的花都换成白色的，告诉崔家上下，这段时间不着色不会客。我看他们谁还敢胡说八道。哎。陆凯啊，这次的事情我都听老周跟我说了，想得周到，干得漂亮。这个戏就是得往真了演。厅长，是大家的功劳，才能把这出戏唱得合辙押韵，滴水不漏。但是有个人不得不提，崔胜文。在我确认这把刀后，我就直接去找他了。怎么会在你这儿？合记西药房一家5口。我昨天晚上确实去过合记西药店，
但我去的目的是查清楚买药的事情。谁知道有人先我一步，杀人灭口。你的意思是说，我之前就怀疑过，那家药店可能是麻雀的一个联络站。这回算是老实了。没想到敌人隐藏那么深，我的错啊。只是可惜了，麻雀刚露了个头，线索就断了。是狐狸就会露出尾巴的，倒是你太不小心了，怎么会把刺刀留在现场呢？要不是我发现，可就麻烦了。这把军刺绝不是我留在现场的。几年前在一次行动中，我就把这把军刺给弄丢了。当时你也在啊，就是我们在夜总会门口与麻雀擦肩而过的那次。你确实跟我说过，不仅丢了麻雀，还丢了伯父给你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不过现在看来，麻雀算是盯上我了。他们把刺刀留在现场，就是为了嫁祸，引起我们的注意。并且同时也在试探我是不是已经向你们投诚，在跟你们合作。敌人不可小觑啊，胜男，你要小心。麻雀和你斗了那么多年，他对你是恨之入骨。二哥，你放心，我们手上的牌足以让麻雀不敢对我痛下杀手。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打草惊蛇，让麻雀尽快的撕掉画皮跳出来。不过，得麻烦二哥你利用公安干警大张旗鼓的追查我，这样他就知道我跟你们不在一条船上，我还有利用价值。我知道该怎么做，放心吧。要不是他谨慎有预见性，恐怕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样也好。你们这次行动一举两得，一方面消除了崔胜文的投共协议，以便他更有条件深入到惊蛰计划的核心，好让他继续追捕那个日本间谍麻雀，这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另外，你们也保护了崔胜文的家人。这个崔胜文虽然在暗处，但是他的家人在明处。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忽，让他的家人有什么闪失。啊，那个追捕崔胜文的通缉令发下去了吧？发下去了。啊，山上雷区的情况怎么样？崔胜文接到代号二叔的命令，要他在雷区开辟出一条通往武器库大门的小路。为了配合崔胜文的行动，也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的人在2天前就已经撤下山了。据线报获知，他们已经开始排雷了，而且代号二叔派出了小分队，一天24小时在雷区附近巡逻，一直紧盯着排雷的进度。看来他一定是心想着对仓库中的武器势在必得。我真想不明白了，这个毛人凤到底是怎么想的？800万的军队被我们打得分崩离析、溃不成军，他却在这费这么大劲弄这么一点武器，有什么用呢？还搞什么惊蛰行动？依我看，依旧是瞎子点灯，白费了。陆凯啊，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敌人。反特工作无小事啊！你们625专案组下一步有什么计划？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三弟，你可是排雷专家呀！你猜猜这帮家伙给咱们留下什么好东西？这个区域树木繁茂，道路蜿蜒，埋反坦克地雷呢，纯属天方夜谭。估计他们也不会那么浪费，埋几个反坦克，就是吓唬人的。那你的意思，他们埋的多是跳雷？估计啊，共产党已经把防步兵雷排得七七八八了。
最担心的还是一种小心。 这帮混蛋，真是防不胜防啊！这帮小日本埋雷很有自己的一套，咱们还是得尽量的手轻脚轻，多留个心眼儿。大哥，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鬼雷了。不过还好，你恰好没有触及到它的引爆装置，但是恐怕现在你也成了地雷的一部分了。那你还等什么？赶紧走啊！我走哪儿去啊？给你一个人扔这儿？ 这么说，你有办法？看到那儿了吗？这帮狗日的小日本，一般的鬼雷呢，只要剪断导扳锁也就没事了。但是这个鬼雷环环相扣，也有张力释放装置，只要剪断了，咱们俩就两命呜呼了。那就别愣着了，快跑啊！大哥，你冷静点儿。 你情绪激动容易引爆地雷的。我只是说不能剪断导扳锁，但是没说一定没办法。三弟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你救过我很多次，这次我绝不能让你再冒险了，把命再跟我一块儿折在这儿。我可不想跟你一块儿死，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堆给我啊。老三。 我心里一直有一句话想跟你说，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湘涵的照顾。难道你现在想听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吗？咱们是生死兄弟。看来是大哥心眼小了。来，保持这个姿势啊。
数1、2、3，数到3，咱们俩就同时往这个方向。准备好了吗？1、2、3。小兔崽子，你不是排雷专家吗？怎么还让它爆炸了？至少大哥，你这条命还在吧？这么说，这2个人真是胆大命硬，居然让他们活着趟出一条道来。是的。很好，马上通知咱们的人做好准备，一旦弹药库的大门打开，就让毒龙他们抓紧行动，然后马上转移。切记，时间紧迫，不容有差错。是。另外，据内线密报，崔胜文和陆凯好像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心隔肚皮，真真假假的事情一时也说不清楚。这样吧，这件事情先放一放，下一步就是要打开鸟笼，让鸟自由。枪再好，没有人扣扳机，它也响不了啊。是。没你们的事儿。花儿，我想死你了。总队，任务要紧，你胆子可真大。你这样跑来见我，就不怕身份暴露了？让二叔知道了，咱们俩可都是吃不了兜着走。就是二叔让我来的。怎么说？他们让我提醒你，时间不多了。这次你有多大把握呀？实在不行，咱们私奔吧，到一个二叔找不到我们的地方。你别傻了，这天下离开二叔，哪还有我们的容身之所？你放心，我都准备好了。这一次，10拿9稳。谢谢啦，辛苦你了。方老师，真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不碍事。方老师，这家店我不熟，就受累您来点餐吧。您爱吃什么？小同志。哎。点菜。哎。糖醋里脊1份，老醋折头1份，粗盐木耳1碟。对了，不管是凉菜还是蘸料，都要放山西宁化府的老陈醋。好嘞。方老师，
你今天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儿啊？该不是看人家成绩不好，要给我私下开小灶吧？小慧啊，作为老师，我得提醒你一下啊，学生，对吧？就要以学业为重，个人问题可以放到以后再说嘛。个人的事情。哦，包老师，您误会了，刚才送我的是我哥哥。啊？是吗？哟，怪不得您这一脸不高兴的，还点了那样一桌子菜，原来您这是吃我醋啊！鬼机灵，真是鬼机灵啊！来，先喝水啊。三弟啊，咱们现在和军火库只有一门之隔了，但是这个门邪门了，要不要用枪啊？我看一眼。怎么样？比我想象的还要棘手。这个门啊，设计得非常精巧，它本身就带有多锁联动装置，而且我怀疑它极有可能是一个联动自爆装置的门锁。只要咱们强行开门，或者是密码输入错误，就会引发爆炸，炸毁整个军火库。也就是说，这道门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只要他出问题，就会全军覆没。可以这么认为。这个门谁能开得了啊？二叔这道指令，实在是难以琢磨。这刀山火海，还得咱哥俩来个九死一生。管他打的是什么算盘，咱们这就回去问问他，没准这密钥就在他手上。我还没有质问你们，你们反倒质问起我来了。野狼，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过分吗？既然我们同为党国办事儿，那凡事自然得问个清楚吧，要不然到时候我们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大哥，你说是不是？从来只有胆小的人才会畏首畏尾。想必二位都是大智大勇之人，该不会是因为怕死而没有完成任务吧？你少他妈给我来这套！你不怕死你去啊，我让贤行了吧？老三，对总指挥这么没礼貌，坐下。雷我们已经排干净了，武器库的大门也不是开不了，而是没有密钥。没有密钥，要强行开门，武器库很可能变成一片废墟。这个结果你愿意看到吗？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原因，我只要看到我想看到的结果。没有密钥，你们就破解密钥啊！总之，3天之内必须把武器库里面的武器都给我拿出来。我也明告诉你，3天之内不可能。党国培养你们不是让你们在这跟我说不可能的，而是让你们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党国总应该告诉我们，为什么非要3天之内拿到武器吧？我们也是惊蛰行动的一部分，有权利知道下一步计划。还是说，党国对我们根本就不信任？那我就要亲自问问上峰了。党国就这样对待忠臣的吗？好啊，既然你要跟党国算账，我也不怕告诉你，现在就是你的这个好兄弟在毁坏我们的惊蛰行动。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你不是一直问我为什么要找到那个日本人吗？因为上峰明确地告诉我，只有山口俊一的身上才有打开军火库大门的密钥。那你早告诉我呀！你早告诉我，我不早去找他了。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再给你们3天的时间，如果打不开军火库的大门，惊蛰行动立刻停止。到时候你们2位就在这个深山老林里面做孤魂野鬼吧。哦，当然，如果说你们想集体投诚共党，我也不拦着。谁呢？饭菜还不错吧？如果你今天还是不告诉我军火库大门的密码，恐怕你会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笑话！你以为我现在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太阳吗？好吧，那我答应你，在你临死之前，我一定让你好好的看一回太阳。很多人呢还舍不得我死哦。你是不是以为你永远不告诉我密码，我就永远也打不开那扇大门啊？请你尊重一下我，我正在吃饭。没关系，边吃边看吧。怎么样？熟悉吧？这2种呢，是你们日本人最常用的门保险装置。看在你吃了我这么多天饭的份上，告诉我是哪一种总可以吧？我猜是这一种。那就肯定是这种了。就是这家。那就把这种留作纪念吧。谢谢你，山口俊一先生。多吃点啊。小慧，这怎么回事？怎么，包老师这连裤子还没提上，就翻脸不认人了？宝贝啊，不，小慧，我怎么？亲爱的包老师，你就乖乖的把春江大桥的设计图交出来。大桥设计图？小慧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刚才不是还叫我宝贝儿吗？你以后可要乖乖的听话。我听话。小慧啊，念着咱们师生一场，你让我去一趟。你少废话，赶紧把图纸给我交出来，否则我要了你的命！好，我交。小慧啊，念着咱们师生一场，你让我去一趟洗手间。不是，我这个人过于紧张，一紧张就……哎呀，小慧啊，你手里拿着这个呢，我还能耍什么花样吗？我求你了，啊！
没用的家伙，煮熟的鸭子都能飞了。属下失职。我再给你1天时间，如果你找不到他，你就……是。混蛋！我实在没想到他那么狡猾，跟我说去趟洗手间，结果人就跑了。图纸呢？冯瑞，看在咱俩好了这么久的份上，你就再给我点时间吧，我一定会拿到图纸的。报告，都已经搜查过了，没有找到图纸。图纸是找不到了，找人吧。科长，这个陆海实在太过分了，他简直就是存心在整我。你发这么大火干嘛呀？陆凯，这哪是整我们？这还不叫整啊？几天了？你说，整3天了吧？我们把春城都跑遍了，5流花尔林的影子看都没有看到过，我腿肚子都转筋了。这个陆凯啊，他就是存心的，屁大点事，哎，让我们这么多人去找，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刘科长，我觉得你这么说有点过分了。那你的意思是，这5流花尔林他自己长腿跑了？再说了，陆凯不是都说过吗？5硫化2磷是制毒的重要成分，绝对不可以轻视。小周，你是不是被陆凯洗脑了？不要那么草木皆兵，这个案子很简单，哎，就是一个普通的抢劫倒卖案，没有那么复杂。简单？你拿什么证明它简单？你能负责吗？哎，我这就是推测一下，这怎么证明？怎么负责啊？这个你看，那你说了这么多，不还是不敢吗？不敢，咱们就得继续查。还继续查？哦，光查这个案子，别的案子都不查了。不说别的，625专案的线索我们查不查？查，都得查，哪个都得抓，哪个都不能放。哎，你现在这个腔调啊，跟陆凯简直一模一样的。真的？你也觉得像？我也这么觉得。去看看。今天真是奇怪了，哎，你说这些小鸟怎么会集体自杀啊？难道？我看这个事情我们管不了的，还是找卫生局吧。对，马上通知卫生局。我看这事儿没这么简单。又没这么简单，刚才不是刚说过你吗？不要草木皆兵。哎，你真以为你是陆凯啊？这个东西啊，我见过啊，在我们南方叫擒获乱啊，不常见，但是也不是什么大事情。我还是通知卫生局，好吧？快走，快走！请进。郑教授，您好。您好，您是公安局的刘科长吗？是的，是的，是的。你好，刚才所里领导跟我通过气儿了，说公安局的同志今天要下来走访，欢迎，欢迎啊！我们呀也是久闻您的大名了，您可是知名的鸟类专家啊。是这样，
我们这次有一个案子需要咨询您一下，其实是我们打扰您的工作了。您说的太客气了，保卫新中国的革命果实，不光是你们公安战线的责任，也是我们科研工作者的责任呐。虽然我郑某人身在固执队，但是我也想为你们查案尽一点绵薄之力嘛。请，来，请坐。好的。郑教授，咱们言归正传，具体情况让我的同事小周来给你说一下。好，教授，你看一下，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病。你没事吧？看你脸色很苍白。没事儿。这种鸟类是咱们郴城地区很常见的鸟啊，民间管它叫穿树瓶，其实它的学名呢是叫茶腹虱。教授，是这样的，我们这几天调查过，在咱们市里的好几个街区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这种鸟类突然间成群结队的出现，然后发疯似的撞击电线，攻击行人，最终它们都会在玻璃窗或者墙上撞死，尸体成片。哦，我之前也受到过这种鸟类的袭击，所以我们想问一下，这种现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呢？你说的这种现象呢，这个国外专家提出了2种可能原因，一种呢是鸟类在迁徙的过程中，它基本是以定向标来确定它飞行的方向，但是由于地球磁极的细微移动，它就看不准这个定向标，这样就不管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它也仍然按着这种直线向前飞，这种群体自杀的现象就产生了。那另一种呢？哎呀，另一种，它是叫食物链富集说，海洋中的某些藻类可能含有某种神经毒素，这样在鸟类的体内就存在了大量的神经毒素，一旦侵害到鸟类的神经，就会发生鸟类群体的精神变态。原来是这样。那教授，咱们现在这种现象是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咱们这种现象，恐怕哪种都不属于。郑教授，那您的意思是，以上2种结论都是以候鸟为前提来做研究。它，茶腹虱是留鸟。这样吧，你们先把样本给我留下，我做完化验之后呢，再下结论。主席不是说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呢。好的，好的，那就拜托郑教授您了。这样吧，我们今天就先回去。您一旦有了调查结果啊，请您尽快的告诉我们。好的。小周，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得赶快去把这个情况告诉陆凯。走吧。好的，那谢谢您了。不客气，再见。好，再见。再见。给我搜！这里。混蛋！
什么？没人？是的，看样子他们刚刚转移。不愧是野狼，这么快就把人转移了。你们发现什么线索没有？我们仔细翻过了，确实没有发现山口军一的任何痕迹。不仅如此，我们还中了共产党的埋伏。成事不足，野狼，你给我等着！周远，你跟刘宁去动物研究所了解情况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事儿跟迪特肯定有关系。不是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了？啊？这怎么了？这是？啊？你说句话呀！你别吓唬我，我这就送你去医院。哇！病人并发症发作，瞳孔开始放大，赶快送重症监护室。马上打针。怎么样？情况不怎么样。你是病人家属吗？那就马上通知他的家属或者单位。病人病危。病危？不可能！哎，你怎么回事？这里是抢救室，你不能进去。我必须进去，我是他家属。周一涵，我命令你，把眼睛给我睁开。陆凯，562人非常危险，你们一定要找到他。你就不能老实一点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完成任务？你看这怎么了？病人的病情很不稳定，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我做好什么最坏的准备？你必须把他给我救活了！你们一定要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5621，大夫，如果他是5620中毒，该用什么治疗？硫酸通过氢氧化镁两样冲洗。好，我就请你用这2样东西给他治疗。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试一试啊！冒险？冒险对于我们医生来说，那就是铤而走险，在没有100%确定用药的情况下，没有试这个字儿。冒险也得试。你再干涉我们抢救，我就请你出去了。我告诉你，必须照我的命令去做。照做？你知道照做的后果吗？在没找到中毒源的情况下，不可能用硫酸铜治病，这样都会杀人的。况且病人这种情况下，根本支撑不到确定中毒源。一旦病人危险，谁负这个责任？我来负责。我告诉你，我来负责。准备硫酸铜溶液。周雨涵，我告诉你，我们是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这次攻坚战，你没有任何理由退缩，请你放心，我会和你并肩作战，一起打赢这场硬仗。看来你的铤而走险奏效了。医生，刚刚对不住了。啊，没事。继续观察。周雨涵，好样的！但是我必须继续命令你，
胜不骄败不馁，一鼓作气的挺过来。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失败这2个字。周局，我请求您给我处分。作为小周同志的上级和直接领导，我这次没能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反而让他受了伤，现在还在医院观察治疗。刘宁啊，周雨涵的事，责任不在你，在于我们对凶残狡猾的敌人估计不足。现在不是检讨的时候。而是我们应该想想，怎么样给敌人有力的反击。坐下。是。刘宁，现在你汇报一下搜查的情况。好的。研究所的郑教授啊，已经向我们提交了他的化验结果，证实我市这次小鸟自杀事件确实是由五硫化二磷中毒所致。而小周同志他的伤口检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鸟类误食，那敌人这是有意的用这种方式攻击呢，还是纯粹的无意巧合？我觉得应该是意外之举。我们通过对全市鸟类的主要栖息地的摸排啊，顺藤摸瓜，找到了那个藏毒的仓库，但是仓库的看门人已经被杀了，所有的五硫化二磷都被转移了。从现场遗留的五硫化二磷粉末来看，它们转移的非常仓促。还是先我们一步啊！看来啊，我们虽然破解了敌人的迷魂阵，但是敌人的警惕性和敏感度也是很高的。好，接下来啊，我们就锁定这批五硫化二磷，在全市的各个仓库、工厂还有车站进行摸排，一定要紧跟这条线索，在敌人行动之前截获这批毒药。是。你可不能懈怠啊！看出什么玄机没有？玄机一点都没看出来，我看离眩晕倒是不远了。大哥不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的数学天才吗？怎么就被这么道铁门给难住了？啊？是不是在公安局食堂里待得太久了？脑袋生锈了，要不弟弟给你解解？愿闻其详啊！我的想法呢，既然咱们不能强攻，那不如曲径通幽，直接把罗盘连接的引爆装置彻底切断，管它什么狗屁密码呢？拆完了之后，咱们直接引爆大门。你这是兵行险招啊！就算你是拆弹专家，那你胜算的几率也只有50%，一旦失败，后果无法设想。可是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这个密码啊，那你说怎么办？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哦，怎么回事？哎呀，正好路过，你下去吧。来看看二位，我就不请自来了。说你一天到晚没事老往我们这跑干什么呀？不知道总指挥大驾光临，所谓何事？你们排雷有功，我代表上峰特地来慰问二位，希望你们今后再接再厉，攻无不克，尽快打开仓库大门。到时候上峰一定会论功行赏，重重嘉奖二位的。你说什么？重重嘉奖是吧？嗯。我记得谁呀？
前2天跟我说国防部的命令是，只要我们兄弟俩完成不了任务，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啊。是有这个话。怎么转眼就变成重嘉奖了？你们翻脸翻的也忒快了吧？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赏罚分明也是必要的。你们不会连这点也要质疑吧？那行，那我们排雷有功。那你给我们带什么嘉赏啊？3天时间已经过去了，想必2位已经想出打开大门的方法了。我们刚要去拆除铁门的自爆装置，结果就被你这位不请自来、光说不练的总指挥给耽误了。唉，那个什么，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咱们现在就前往那儿去试一试啊！毕竟时不我待。还是曹特派员明事理。不过上方又下达了一个新的命令。曹特派员，这是一次军事行动，明天上午10点。你和陈世明调50人下山，随时待命。到时候我会把具体的时间和地址告诉你。这又是要执行什么任务啊？这就不需要你知道了，听命即可。不过我警告你，这是一次绝密行动，如果有任何差池，我绝不姑息。怎么？有什么问题吗？我倒是没什么问题啊，关键是调这么多人马，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而且你也知道，今非昔比呀，现在损兵折将的情况很严重。他那个兄弟会，不就莫名其妙被打散了吗？还有，这边的一兵一卒，那在陈将军眼里那都是宝贝疙瘩。我要是擅自做主，这恐怕……军人如果贪生怕死，那就别当兵。党国也不需要他们这样的窝囊废。老子的兵还用不着你来说3道4。陈将军，陈副指挥，这是拥兵自重，有心抗命喽？妈的，老子还就抗命了！你让老子的兵去送死，等事成之后，你自己跑去领功啊！天下的好事都让你一人占尽了。陈世明，你是党国的军人，岂能贪生怕死？如果你有心抗命，我就会用军法处置你。哼！作为党国的军人，老子从来没有贪生怕死过。可面对你这样的人，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从来都是把我们当义己，拿我们当炮灰，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每一次行动听了你的，就害死我好多兄弟。从今往后，每一次行动你必须把行动的目的告诉我们，否则的话，我就拒绝参加。你放肆！哎呀，不顾党国的大业，就因为一点私人恩怨，就要大打出手，我也只能看看热闹了。人微言轻，等到两败俱伤，惊蛰行动也就不攻自破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特委员说笑了，这打打杀杀我也没什么兴趣。既然上峰不在乎我们这些残兵老将，那我只好和你一起饮酒作乐了。啊？陈世明，你还想再看见张平吗？谁？你刚刚说谁？睡得还挺香。人家医生都说了，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还跟着呼呼的睡。
你也真好意思你。平时不挺能咋呼的吗？你起来蹦跶，你起来跟我较劲啊！啊，我跟你说话呢，没听见是怎么的？没本事了吧？那就老实躺着。能多睡一会儿，那是福气。平时也难得有时间休息，睡着了好。看现在多文静啊，多像是个大姑娘。林徽因说过，也许不能流的泪才是最疼的，也许不能说的话才是最真的。你呀，平时多注意一点啊，让我省省心吧，别再让我担心了。我和你说话呢。医生，护士，陆凯，你瞎喊什么呀？你看你那着急忙慌的样子，到底是谁更咋呼，谁更蹦跶呀？骗子！你又戏弄我是吧？啊，好玩吗？能不能换个花样？还笑？陆大科长，过来一下。你的眼里没有泪啊？那你的心是不是很疼啊？你真的怕我死吗？是的。哎，对了，我听说咱们的行动比敌人慢了一步，我要申请出院查案。不行，你伤还没好利索呢，你还得卧床休息。我不能再窝在这儿了，我这个病好了，我再窝在这儿，我得闲出另外的病来。我是不是你的领导？是。那就得听我的命令。苹果每天吃一个，最好是早上空腹吃，听见没有？我还有案子，我得走了。好好躺下，骗子！大哥，这是轨迹线路的炸弹装置，靠外力根本就无法打开，唯一的途径就是输入正确的密码。快点啊！摸一下。不是上山拉树吗？咋还偷偷摸摸的？俺不干了。不干了？你可是收了钱的。俺还你还不行吗？好啊。
给我抓紧干活，快点！快点！科长。你好，市公安局侦查科。你说什么？设计院的工程师失踪2天了。好，我们马上过去。行，让虎子马上出发。是。你怎么来了？你问我，我还没问你呢。我不让你在医院好好待着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公安人员，我是觉得听从上级命令是基础，但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才是关键吧？啊，陆凯，你听，哎，不是我说你啊，人家小周同志啊，这叫带病坚持工作，这种精神值得发扬，值得学习的。倒是你，成天吊儿郎当的，哪热闹都有你。你来干嘛？你好意思说呀？要不是你办事不力，这也干不好，那也办不成。周局长会派我来协助你，不是督导你破解密案，这是周局长的密令，我也是没有办法。你就是拿鸡毛当令箭，你就吹牛吧啊！好像这个世界没了你就不会转似的。就是，是地球没了我才不会转。别废话，说说你的新发现。失踪的工程师名叫包建华，是建筑设计院著名的工程师，未婚独居，曾参与我市多项建筑设计。院里的人发现他失联2天之后，就向公安局报了案。经过现场检测，我们初步推测他并非蓄意失踪，而是迫于意外，或是绑架。初步推测，我们还没有找到有力证据，那就不要擅自的下结论。你们自己看看，他屋子里面的用品杂乱无章，唯有建筑类的书籍排列整齐，这说明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不拘小节，甚至有些邋遢的人。但是对待他的工作和专业，他是充满了热情和专注。还有这杯咖啡，他并没有喝完，说明他走得很匆忙，连这么紧俏的咖啡他都没有喝完。皮箱和衣物基本上都在，说明主人根本没有离家的打算。这屋子里的鞋印儿采样了吗？都采了，我采的。你们确定没有其他的发现吗？不相信我？哎，那你自己找。找就找。打我一进这屋子，我就觉得有点不对。气味。气味？什么气味？这个包建华生活中是一个这么邋遢的人，那他的屋子里为什么会有消毒水的气味？再好好找一找，看看有没有血迹。在这儿。真的是血迹。哎，看样子好像被人故意擦掉过，难道是谋杀逃逸？现在还不能肯定。虎子，好，你马上采取血样，送到医院去化验，看看能不能和包建华的血型匹配。是。总算有了进展。
不过你可别得意，下次我可不会大意失荆州了。多希望你能迅速的成长起来，这样我就省心了。好女不跟男斗。我现在要去办正事儿，你可别跟着我啊。哎，我不是叫你别跟来了吗？一个人不行的。随便。你们两个就跟小朋友一样啊！我还是不放心，算了，我跟你们一起过去啊。拍好照片，封锁现场。胡子，哎，盯好他，不要到处乱跑。好嘞。哎，大哥，上级让我们打开武器库，抢占先机，缴获那批武器。可我们现在还是破译不了开门的密码。大哥，要不咱们直接把大门炸开算了，碰碰运气，管他那么多呢。心不乱则身不动。你此刻要是定不下心，一定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二叔他醉翁之意不在酒，一边让我们打开军火库的大门，一边又在山下集结人手。你说他到底想干什么？劫狱呀！啊？张平是陈世明的亲侄子，之前一直关押在监狱里。二叔问他想不想见到张平，你说他是什么意思？我还是不明白，他有那么多人手劫狱吗？再说了，他要那些在押犯干嘛？送回台湾啊？我也一直在疑惑这个问题，也许他另有打算吧。三弟，想什么呢？还能想什么？这破密码呗。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了？有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往往能破解最复杂的谜题。我现在正在用凯撒移位密码来破解，只是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突破点。什么呀？盛文，你看我这实在帮不上忙，你们都研究半天了，总得吃点东西吧？我的饭菜已经准备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啊！我肚子都咕噜咕噜直叫了。吃饭。就怕曹大哥吃不习惯，我这手艺啊，实在也上不了台面。哎呀，连盛文这么挑剔的人都对你赞不绝口，你就别谦虚了，今天肯定是大饱口福。你干嘛呀？一起吃啊？不用了，我刚吃过了。天色已晚，我得早点回去。大哥，那你先吃，我送他一趟。哎，盛文，不用了，你陪曹大哥好好聊聊吧。我先回去了，放心吧。你呀，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是我拖累了他。那香寒怎么办？我对不起他们俩。
生不如意事啊，10之8九。更何况咱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用铁甲钢拳保家卫国。你几时听说过铁甲钢拳还可以保护得了儿女私情呢？不光是儿女私情，兄弟之间也会有各种无奈。我有时候特别怀念咱们兄弟3个并肩作战的感觉。大哥，你记不记得咱们上次瞒着上峰私自行动那次？也是因为无奈，最后连香寒都当了一回女战士。不是说好的是密室，怎么变成一个仓库？情报应该是准确的，肯定另有蹊跷。731部队的绝密文件要是这么好找，我都怀疑是假的。四处再看看。大哥，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品酒？不是，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劣质红酒应该不会在这种地方收藏吧？有机会。这有可能是暗道机关，也有可能是个自爆装置。那咱们就同生共死。大哥，你先听着啊，我去把炸弹装上。没打开呢。啊，密码不对啊！你是不是输错了呀？不会啊，我再试试。
时间可不短了。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你是不是想从这里离开？我可以带你去休息。没有，我今天过得很愉快，还想再多跳2支。好，好。我知道了，他们肯定是在电报上做了手脚。真正的密码是根据经纬度计算出来的，而不是日照角度。好了，诸葛兄，你倒是快呀！大哥，二哥发信号了，外面好像有人来了。痛快！你忘了，你为了这事儿蹲了1个月禁闭。那也值了。大哥，你想到什么了？多谢你提醒啊，真是多谢你提醒啊！我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关键点。你说这密码会不会也是由经纬度设定的呢？极有可能。山口俊一本来就是731部队的军人，那这个军火库又是他设计监工完成的，那在密码设计上，一定会有731的影子。怎么了？有问题？通过经纬度，我只能算出2个密码，第3个只能靠听了。不管怎么样，咱们都得一试，至少已经知道2个密码了，咱们破解的概率可是大大的提高了。近期敌特有劫狱动向，目标张平系陈世民亲侄子。另，弹药库不日即将开启，请及时应对。老易。老易密电，
敌人准备对监狱有所行动。监狱内有一个叫张平的，是陈世明的侄子。你调配人手，务必跟好张平，不能让敌人有可乘之机。监狱行动一定要做好准备。是。麻雀，麻雀，你让我等了太久太久了。为什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